大人可以在上面看到下面小孩子在玩沙。在我认识的人当中，小竹可能是离死神最近的一位。4年前，年仅37岁，事业顺风顺水，热爱和老婆骑摩托的他垮了。晚饭会好的。电脑的 CPU 打仗的时候总指挥，就那个地方出现问题，突发的脑干出血差点让他失去了生命。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的他和老婆聪聪一起经营着一块露营地，有供驴友夜宿的帐篷，有好喝的咖啡，有好吃的泰餐和怀旧地道的中餐，还有一起收留的100多只流浪猫。看似简单平淡的生活，但背后他们这4年经历的磨难和痛苦，是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体验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小猪和他老婆的故事。能不能给我们讲这个摩托车是怎么开始玩的？摩托车02年吧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中国好像没多少摩托车。那可能跟电影有关系啊，刘德华《友情岁月》啊这种电影看了以后很有感觉。OK， 我自始至终就是汽车跟摩托车还是不一样的，我的爱好可能还是摩托车相关的。那第一辆摩托车玩的怎么样？很糟糕，100米要坏的，跑100米，发动机太烫，它就熄火，我就拿个扇子在上，发动机赶紧凉，有用吗？凉了能发。啊，我再跑几百米。再跑100米。你这么爱摩托车，跟你认识你老婆有没有关系的？我骑在你面前，我很帅。就只有这点，这很有关系，你还说一点点关系呢？但是往往都是这样子，到他前面骑过去，拐个路口我就在那里停着修车了。所以假装好像没问题，很帅，很帅。200、300米之后的，哎呀，我在下里修车。第一个印象，帅，就是第一个印象帅，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就是颜值高就行了。那么之后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对摩托车这么感兴趣？其实一直就知道。然后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？好帅。但是你也不反对他骑摩托车？不反对。不反，你支持吗？也没那么支持，也不反对不支持。不反对不支持。随你去。但我还喜欢坐。你还喜欢坐？那时候没有考虑骑行吗？那个时候只能是他到哪里，反正就屁股后面坐着吧。然后心里想着，哎，安全到达，安全到达。在这10年当中，你也去阻止过他不要骑行，不要骑摩托车，因为女儿儿子都有了，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安全。对。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不带管用的，没用，那就骑吧，反正我也阻止不了你，那就骑吧。那时候10年怀孕的时候不准玩，我把所有车不是卖光了。小孩生出来以后养月子。我又买了一辆哈雷。他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是我女儿告诉他的。他是这样子，有一天我女儿跟着我下楼，下楼我是直奔车库去的。我说你不要跟我，他说他一定要跟着你。跟着我其实是想看一下楼下的摩托车有没有停好或者怎么，因为地下车库有猫什么抓破你啊。再下去以后呢，我说你不准告诉妈妈。因为我女儿很喜欢摩托车的啊，她也喜欢，她很喜欢很喜欢。OK， 去幼儿园以前都是叫我摩托车带她去的。OK， 我跟她说，我说你不能告诉妈妈，你如果告诉妈妈，我的车没了，不可能再带你了。但是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告诉了妈妈。她说爸爸有个帅摩托车在地下车。妈妈的反应就跟我打冷战，打了3个月，3个月的冷战。对。哇，这个挺长的。11年的时候呢，后来我们妥协好以后呢，出来一款宝马的一款车，非常漂亮。GTO 1600。那我就天天看资料，天天。我已经有车了，我再去买，不可能。对，怎么可能？老婆绝对不允许啊。嗯嗯，好不容易2个人已经好起来了，
又要这样折腾，两个人就不划算了。嗯，我们也要尊重他了嘛。当然，所以说我就想办法，就是说，你学摩托车，那是他要换摩托车啊。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同意他换，因为他那辆摩托车是刚换的，所以他才想到把他现有的摩托车塞给我骑。OK，啊，我骑了，喜欢上了以后，他就没摩托车了，那他就理所当然的有借口再去买那辆更喜欢的摩托车了。我说你骑很帅的，就慢慢骑的。哎，他说怎么这么爽？那你就花了11到12年的时间说服他。从容忍你这个爱好到自己学会喜欢上骑摩托车，对10多年的时间了， 10多年，等于从12年开始，你们两个是经常一起去玩。第一次骑摩托车，从低的海拔一路骑到高的海拔，承受的高反又很痛苦。这里高，这里高个屁啊，2200，你开的不舒服，走吧。然后路上你还摔2跤啊！但是那个摔不是碰啊撞啊摔的，就是滑出去了。OK。我们走的是那个货车车道，他们会有机油啊什么油漏在那个铁板上面，他一个劲的喊我慢点，那我第一的反应就是捏刹车。我如果不捏那急刹就不滑了，他喊我捏急刹我就滑出去了，人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他一路给你带来的高反就受不了。我就在那个酒店我就哭了，我拿袜子，我也不知道我旁边是什么，反正抓起来我就抹眼泪了。后来看了那个视频才知道我是抓了一只袜子在那里抹眼泪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不行了，因为那个地方才2700、8，其实不高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的高反会这么厉害。我跟你一样的，我从2300、400都开始有反应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想回去了，我说我不往前骑了，我说我想小孩了，我说我不走了。这个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。对。最愉快的呢？最愉快的肯定是去东南亚啊，那吃的又好吃，一会儿暴雨的，一会儿彩虹，一会儿暴雨，一会儿彩虹，就气候也舒服，吃的也舒服，一路都是你喜欢看的，你喜欢玩的，呀，就特别开心。这种地方如果让我再骑行，我就还是会去。明白。希望以后有机会。对。脑出血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？脑出血都是很危险，我这种呢，就是危险当中更危险一点，出在脑干，就电脑的 CPU，打仗的时候总指挥，就那个地方出现问题。对，我是出血5毫升，脑干出血来说5毫升已经很致命。医生怎么说呢？医生跟我老婆说，反正今晚应该熬不过。我们周边没有人得过脑干出血，没经历过，没有经历过，我不知道这个毛病的危险系数。脑出血听到过，但是脑干出血没有听到过，不知道。然后医生跟我讲的严重性，我完全抛之脑后。我事后我才知道，医生跟我讲的话是真话，但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，可能是就觉得医生跟我讲的话，就是肯定扩大的。就是他可能有这个几率，但是这个几率医生跟我说是99%，我就觉得这个几率是1%。我就觉得，那可能是1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吧，应该能出院了吧。我之所以这么好，那我离不开我老婆的忽悠骗，就她跟你说1个月就好了，但是她知道，她问了医生，问了很多医生，都说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。但是他这个东西不能跟我来说啊，比方说他跟我说，他说你这次是脑干出血，最好就是成为植物人，活下来也是植物人。那 OK， 我还练啥？医生在你旁边，医生从来没有跟我来说，没有，就是我老婆一直在我边上说，医生会教你怎么康复，你1个月后就好了。
下个月都能骑车了，你还不练？我老婆还叫了几个群众演员，他也是脑出血的。你看，他现在自行车啥都挺好的。你看他群众演员，我当时信了，很信了呀。因为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还年轻啊。就这么回事。一直给你一些非常正面的消息。对。但是明明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很严重。对，他说一直在厕所里哭。我一直等到他真的康复医院出来，然后他的康复医院的那个主治医生跟我说的，他说他的康复到最好的状态就是看起来是正常人的残疾人。就从他生病以后，我就这一句话信过医生说的，就唯一这句话。加油！有一天他起床了8点来钟，发现客厅的我没在，他以为我自杀了。其实我在小区里练走路。我们那个房子可以看到3个边。哎，我刚看3个边呀，咋没有呢？然后我在想，不会想不开吧？然后马上穿鞋子下去找，他就真的就是在那一边看不到的那一边，拐了个拖把在那里走，可把我逗死了。给他买拐杖不要，他说那东西不要，可能在他自己心里也觉得，可能走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个拐杖？4点钟下楼，慢慢下楼再拿一个拖把。我这个拖把的原因不是说我走路要撑拖把，是我摔了以后用拖把撑我，把我撑起来。能明白。每天反正最起码10公里起步。10公里起步？对，每天打底10公里。你从很难走几步，怎么做到能走10多公里？就我就有一个意志，我一定会好，我绝对会好。就当时康复的时候，我老婆说你一定能好的，一定能好的，所以我练的也非常努力，非常用心，她的帮助是很大的。手没放松手，脚还是歪的啊，还是外八字的，对，放正来。当天我出了小区，我走了17公里路，17，我的努力是真的很多人不可以想象的一种努力。每天10公里，每天10公里，在医院里的7、8个月，每天早上的6点钟起床练高压氧，练走路康复，在家里就走路练走路10公里起步，每天这样子，一整年都是这样子，一整年这样子的以后，我在家里那天情绪不好，不走路，摔头盔，我的头盔全摔了，砸掉，不可能康复了。你意识到了？对，我的努力没有回报，对我的未来的一个憧憬我没有，我全砸掉。那一天你的老婆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老婆在厕所里拖地嘛，砰砸掉，她站在那里看我，她没说话。她知道在发生什么吗？她知道你是为什么摔这些头盔？知道。你那一天的没有出去走，没有。停顿一下，没事。有纸吗？他自己也认为，我每天这么辛苦的走路，我每天这么累的在做康复，但是身体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所以他就崩掉了。肯定是想着自己以后还能骑车子的，他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么努力走，都还好不了，那摩托车肯定骑不了了嘛，那他就把头盔砸了。当时现场你是什么反应？那让他发泄完再跟他聊呗。你觉得能理解？对，换成是我还坚持不了这么久，可能就早就已经崩了。我走，带你骑摩托车去。然后他说你行不行啊？我肯定行啊，我放心，走。我说，然后给他绑那个后座上面，带他出去骑了一圈。然后，可能他多少能找回到这种感觉吧。没感觉。为什么？怎么说没感觉？其实，那我知道我老婆的用意了，带你再回顾一下，感受一下，让你再振作一点。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的。之后知道了你那一天的感觉不怎么样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你到现在为止没说。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继续出门走这么多，还是你换了一种方法？每天走，还是每天走？每天走。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觉得我得为他做点什么。你这么你这么跟我说话，还说哭了呀？爸爸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很完美的，人生已经完美。所以你现在不会有时候再回到了那一天，没有，真正的对消化了。对，没有，我也认清我自己。这个名字来自哪里呢？为什么什么侏罗纪森林猪咖猫咖？猫咖猪咖，猫咖，不好意思。你中文都认识，中文都认识。哎，这是。那我不是小猪吗？是的。森林猫咖是这里不是在林子里面吗？所以叫森林猫咖。对，这个合理，这个倒完全理解。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有多满意？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做服装时候所向往的退休以后的生活。所以你就间接的告诉我是相当满意的。是的，老公24小时陪着，有我喜欢的宠物，有大自然，有我喜欢吃的泰餐，然后还弄了一个复古餐厅。其实都是真的，就是我退休以后向往的生活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那我觉得前面20来年风风雨雨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，高的低的都经历过了，就其实没有什么能打磨我们，就是再不好的东西，我觉得未来的20、40、60、80年，风雨过后总会见彩虹的。就充满信心，充满信心，美好的。跟大家能恢复的一样的，你是充满信心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OK， 希望你们能过得非常好。谢谢。复工吧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两位。